门主大人。而此时，许多长老都是面如死灰，纷纷看向司徒坤也。至于司徒坤也，却什么都说不出来。这个情况也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快逃！突然，司徒界灵门人之中，不知是谁大喊一声，随后竟有无数身影开始四下逃窜。司徒界灵门的人竟在自己的领地被吓跑了。可很快，阵阵惨叫响起，那些逃跑之人纷纷爆体而亡。是司徒坤也，他的封锁大阵早就封锁天地，这些人想逃，自然是无法逃脱。只是人们没想到的是，司徒坤也竟直接痛下杀手，且手段如此残忍，连全尸都不留。敢逃者以叛族罪处置，当斩！司徒坤也头都没回，可他的怒吼却响彻天地。他此话一出，再加上之前的手段，自然没有人敢再逃。他们逃是为了活命，可现在若逃当场就要死，谁还敢逃？不能逃的情况下，人们只能看向楚风，希望楚风无法在一个时辰之内掌控那攻杀阵法。可是这一看，他们沉重的心情则是好转不少。楚风虽然刚刚斩断司徒坤，也与攻杀阵法联系，看着强大无比，可是此时他掌握攻杀阵法的速度却依然缓慢，那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的缓慢。以这种速度，莫说一个时辰，就算1个月，楚风也不可能掌握这攻杀阵法。联系虽被斩断，但对楚风的阻拦却已然奏效。门主大人威武！一时之间，司徒界灵门内响彻起对司徒坤也的赞美。而此时，原本一脸吃屎表情的司徒坤也脸上也是再度浮现笑容。他也没有想到，令牌与阵法的联系都被斩断了，居然还是能阻止楚风对阵法的掌控。至于楚风，则是越来越慌，很快脸上便布满了冷汗，紧接着更是手足无措，自乱了阵脚。楚风，你刚刚说什么？想让我知道这里谁说了算？那你现在倒是告诉我，这里究竟谁说了算？司徒坤也讽刺地问道。而楚风此时根本不予回答，可能是无脸回答，也可能是无心回答，毕竟掌控那攻杀阵法已经足够楚风头疼。时间流逝极快，转眼间1个时辰已经快要过去，而楚风对于那攻杀阵法的掌控虽有进展，可是进展却并不大。原本期望楚风能够推翻司徒界灵门的人，则是表情凝重，话都说不出来了。楚风起初的举动让他们惊叹，他们也佩服楚风的手段与胆魄，只是奈何这运气的天平还是倾向于了司徒界灵门这一边。他们知道不是楚风无能，而是司徒界灵门占尽天机，毕竟他们是这里的主人。终于1个时辰到了，而那守护阵法也是肉眼可见的开始消散。楚风已是没有了守护阵法的庇护，如年板上的鱼肉，只能任由司徒界灵门所宰割。哦，这一刻，振臂高呼的呐喊响彻天际，那声音充斥着喜悦，也充斥着愤怒，更是充斥着杀意。杀！杀！杀！很快，咆哮汇集成了一个字，那就是杀字。司徒界灵门的人已是迫不期待的想要讨伐楚风，斩杀楚风。司徒坤也更是双眼血红，在这个时辰内，他已经想到了无数种折磨楚风的手段，而现在终于到了他实施那些手段的时刻。他要让所有人知道，与他司徒界灵门为敌的人是何下场。可就在此时，楚风手掌猛然抬起，紧接着磅礴的力量从天而降，刹那间，所有司徒界灵门的人全部趴在了地上，包括司徒坤也。感受压迫在自己身上的力量，司徒坤也满眼惊恐，那是他难以抗衡的力量。可是楚风他明明差一点就装不下去了。楚风淡淡一笑，说话间擦拭了一下脸上的汗水，人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楚风的脸上布满的乃是讥讽的笑容。最重要的是，原本楚风无法掌控的攻杀阵法，已经全部融入楚风体内。楚风所施展出的强大力量，正是来自于那攻杀阵法。楚风已将那攻杀阵法彻底掌握，他是故意的，他是装的，我们都被他骗了。终于，众人反应过来，楚风已然掌握了攻杀大阵，所以先前的无法掌控，自然便是装的。楚风他是在戏耍司徒界灵门，但不仅司徒界灵门被戏耍了，他们所有人都被戏耍了。楚风的演技实在太逼真了。这一刻，司徒界灵门所有人的脸上都没有了喜色，更是没有了杀意，取而代之的乃是无尽的恐惧。他们都能感受到，那压迫在他们身上的是怎样可怕的力量，那是瞬息之间就能让他司徒界灵门所有人变成肉泥的强大力量，只要一击就可以让他司徒界灵门灭绝。大人，隐于暗处的月恋手下将目光投下月恋，这小子还真他娘的危险，这热闹不能看了，咱们走。虽然眼前一幕是月恋希望发生的，可看到楚风掌握如此强大的攻杀阵法，月恋也是慌了，给我滚出来！可就在月恋打算逃的时候，楚风大袖一挥，顿时隐藏结界破碎，月恋以及其众手下的身影不仅浮现而出，更是在高空之上便连滚带爬，最终纷纷摔在了楚风的面前。这是谁啊？围观之人并不认得月恋他们。老东西，你还想逃？今日你与司徒界灵门一起死！楚风此话说完，便忽然看向金龙宴宗众人尸骨，施以大礼：诸位前辈，苍天有眼，你们的大仇即将得报，我楚风今日便替你们灭了这司徒界灵门。话落之际，楚风眼中杀意涌现。见此情形，司徒坤也是知道大事不妙，于是赶忙高喝一声：大人，快救我！他此话一出，楚风赶忙催动攻杀阵法，欲要将司徒界灵门以及月恋等人全部抹杀。可阵法力量落下之后，竟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浮现，硬生生将楚风的力量挡了下来。要知道，楚风此时拥有的攻杀阵法力量可是堪比半神巅峰，那么能够挡下他这力量的，必然也是半神巅峰的力量。而伴随那阻挡力量的出现，一道老者也是浮现而出，立于司徒坤等人的上方。看到这位老者，在场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因为那位老者身上穿着的乃是丹道仙宗的长袍。不仅如此，这位老者自身也是名气颇大。贾大人，快救我！看到这位，月恋如同见到救星，赶忙开口：闭嘴，丢人现眼。然而那贾大人则是狠狠地瞪了月恋一眼。贾大人，此时司徒坤也以及司徒界灵门的众人也是纷纷起身。司徒坤也对于这位大人的出现并不意外，显然他早就知道这位大人在这里，这也是为何当楚风出现时，他便意识到楚风有底牌，但却并不惧怕的原因，因为他也有底牌。
这件事我来解决。那位贾大人此话说完，看向了楚风，小友，此事可否善了？贾大人对楚风问道，态度竟出奇的客气。善了，只是听闻此话，那司徒坤也确实不愿意了。楚风如此挑衅他司徒界灵门，岂能善了？闭嘴！可司徒坤也话还未说完，那贾大人便将的恶狠狠的眼神看向司徒坤也。知道他是谁吗？贾大人此话一出，让所有人都愣住了。他是谁？他不是宋洛乙的孙子吗？一群消息闭塞的东西，他乃最强试炼、最强武尊境的得主。贾大人说道：“最强试炼。”听到这4个字，许多人第一时间是懵的，但很快有人问道：“大人，您说的最强试炼，该不会是图腾龙族举办的最强试炼吧？若不是图腾龙族所举办，老夫还有提的必要吗？”贾大人道。他此话一出，让所有人感觉头皮发麻。楚风，他竟是最强试炼、最强武尊得主。楚风他竟强到了这种地步，就连司徒坤也是感觉难以置信。身为图腾天河之人，岂会不知最强试炼？这位小友以黑马之姿，先后击败了欧阳残剑以及许天剑，以绝对的优势夺得最强武尊之名。这件事已经传开，早已不是秘密。你们这里消息再闭塞，也会很快得知此事。所以现在你们知道他是谁了。贾大人此话说完，将目光环视在场之人。此时，所有人看楚风的眼神都变了。围观之人对楚风多出的乃是浓浓的敬意，而司徒界灵门之人多出的乃是深深的恐惧。司徒坤也此时说不出话，若是侥幸也就罢了，竟然还先后击败了欧阳残剑和许天剑，那是何等人物？那是被誉为图腾天河半神之下最强之人的存在啊！楚风将他们击败，这最强之名的含金量可谓十足。此等天赋必然会得到图腾龙族重视，也会有诸多势力想要巴结。说不定楚风现在已经有许多人撑腰了，还真就不是他司徒界灵门说灭就能灭的了。小友，老夫乃丹道仙宗长老，我名为贾东岐。我知道你与司徒界灵门的恩怨，但事情早已过去，况且你也杀了司徒界灵门不少人，正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不如今日你就给老夫一点面子，你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吧。老夫保证，日后司徒界灵门绝对不敢再找小友麻烦。贾东岐对楚风说道。可听闻此话，楚风却冷笑一声：一笔勾销？若是你家人被人杀了，你也能一笔勾销吗？楚风问。小友，我知道你是重情义之人，这样我让司徒界灵门所有族人对你道歉，对金龙焰宗死去之人道歉，你看如何？贾东岐问。可对于此话，楚风脸上的寒意却是越来越浓，突然道出一个字：滚！楚风此话一出，那些围观之人都深深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对方可不是司徒界灵门这种小角色，那可是丹道仙宗的长老，而且抛开修为不谈，这贾东岐还是丹道仙宗的关系户。楚风竟一点面子都不给。就在众人震惊之际，楚风却是再度开口：再敢废话，连你一起杀！楚风此话一出，众人面容呆滞，而那贾东岐贾大人脸色也是阴沉起来，他阴沉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轻笑，旋即问道：看来小友是不打算给老夫这个面子，不给我丹道仙宗这个面子。他故意将丹道仙宗抬了出来，我与司徒界灵门的恩怨，为何给你面子？楚风问。贾大人仰天大笑，笑声极其猖狂，同时寒意降临，那是一种猛兽被激怒了的笑。当其再度看向楚风时，目光已是变得异常阴冷，与先前的态度简直判若两人。楚风，你可真是无知者无畏，你的确是夺得了最强武尊之名，老夫也知道你得到了最强令牌，那令牌能保你不死，但老夫也知道那最强令牌只能保你一次不死，那么第二次呢？第三次呢？那只是一道免死金牌，而这样的免死金牌，我丹道仙宗起码得到过上百道不止。你只是一场赛事的获得者，最多得到图腾龙族的一些青睐，但也只是如此而已，因为你现在的实力并不能为图腾龙族带来什么。那你知道我丹道仙宗能为图腾龙族付出什么吗？楚风，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是讲利益的，别以为你天赋好，大家都会让着你。你天赋好，光宗耀祖的是你的家族，关我们屁事，关图腾龙族屁事。你又不是图腾龙族族人，你以为他们真的会保你吗？我刚刚说和解，那是给你面子，你别在这给脸不要脸。贾大人轻蔑地看着楚风，先前的商量已变成了威胁，而这才是真正的他。他从始至终都未曾看得起楚风，刚刚的友好态度不过是给图腾龙族面子罢了，以示压我，你也配？然而楚风不仅不惧，反而直接出手，其意念之间强大的阵法力量再度从天而降，欲要将司徒界灵门众人全部抹杀。可阵法落下，天地震荡，楚风依旧未能成功。只见贾大人周身散发着强大的结界之力，那结界之力环宇周身，又遮天蔽日，光芒璀璨，神圣无比。正是那结界之力挡下了楚风的阵法力量。他乃是一位神袍界灵师，并且达到了圣龙级别。圣龙神袍，这乃是神袍的最高境界，是堪比半神巅峰的存在。老夫不配，老夫不让你杀人，你今日就休想杀掉任何人。无知小鬼，给脸不要，那老夫今日就将你那最强令牌的守护打出来，老夫让你亲眼看看，就算图腾龙族的守护者出现，面对老夫又能是怎样的态度？老夫让你知道，我丹道仙宗在这图腾天河究竟是怎样的地位。话罢，那贾大人竟直接对楚风出手，他随便对着楚风一指，磅礴的结界之力汹涌袭来，很快又化作数千名身穿铠甲、手握长枪的战将。这些战将个个高达千米，但所蕴含的力量却远非身躯可比，个个都具备毁天灭地之能，随便一个都可以将此地生灵尽数屠杀。他们宛如正义之师，从天而降来镇压楚风。见此情形，楚风将所有阵法力量汇集于自己体内，他同样光芒闪烁，比之那贾大人更为神圣。只见楚风手臂横向一挥，阵法力量如狂风一般席卷而去，而那千位战将瞬息之间便飞灰烟灭。紧接着楚风一掌轰出，磅礴的阵法力量化作一只巨手，向那贾大人抓了过去。贾大人抬手，一道高达万米、刻有无数巨兽的盾牌横在了其身前，霸道非常，雄伟壮阔，乃是极强的守护阵法。然而当那巨手袭至，顷刻之间，那守护阵法便粉身碎骨。再观贾大人，已是被那巨手抓住，二者身躯对比，那贾大人就真的如同一只蚂蚁，不，
他连蚂蚁都算不上，宛如一粒尘土。他卖力挣扎，可却无法挣脱。先前的交手，人们看不清，可此时的状况，人们却能够看得到，只是短暂交手，堂堂圣龙神袍竟已落入绝对劣势。楚风的阵法力量竟如此之强，这家伙莫说旁人，就连司徒坤也看向楚风的眼神也变了，已然没有了之前的轻视。不管如何看楚风不爽，如何的不想承认，可现在他不得不承认，那可是他司徒界灵门的攻杀阵法呀，那可是他努力许久却只能掌握一点的攻杀阵法。但眼下那攻杀阵法不仅被楚风彻底掌握，且还能运用的如此随意，这是他之前完全不能想象的事。真有人能够做到这种事情？人与人的天赋真的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这便是宋洛乙的后人吗？忽然，楚风手掌微微握紧，那贾大人更是身体碎裂，大量鲜血与其体内狂喷。住手！眼见不妙，贾大人赶忙开口，同时磅礴的结界之力自其体内释放而出。他还在抵挡，若不是他在抵挡，恐怕早已化成一滩肉泥，被楚风活活捏死。我说过，拦我者死。楚风没有犹豫，那手掌仍在握紧。事已至此，楚风便觉得没有留着此人的必要。而贾大人显然也察觉到了楚风杀他之心，于是赶忙道：“别杀我，楚风，只要你放过我，无需你动手，老夫替你灭了司徒界灵门。”在楚风的阵法力量面前，他竟立刻改变了态度。只是他此话一出，那司徒坤也却是脸色阴沉，他望着空中的贾大人，眼中充斥着无尽的愤怒。随后他眼中涌现出一抹决意，突然看向楚风：“楚风，当年杀你奶奶的乃是贾令仪。”司徒坤也大声喊道：“什么？”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是为之一愣，就连司徒界灵门的众人都是如此，甚至包括司徒廷野这种人物都是感到意外。贾令仪这个名字，楚风虽然陌生，可在场之人除了楚风之外，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存在。丧心病狂的畜生！你司徒界灵门恶事做尽也就罢了，竟然还胆敢栽赃我家小姐，真是胡言乱语，实乃找死！只是听闻此话，那贾大人却是杀机毕露，他周身再度涌现强大结界，那是将最强的力量汇集全身，甚至动用了至宝的力量。但他不是要摆脱楚风束缚，而是要将那司徒坤也抹杀。然而他刚动杀念，那涌现的力量便被磨灭，本人也是狂吐鲜血。是楚风将他阻止。楚风看向司徒坤也：“你继续说。”楚风，我可不是对你服软，我只是实话实说，我司徒界灵门就算灭门，也不愿继续背着这口黑锅。当年你奶奶有一位姐妹，只是此人身份特殊，所以在他要求下，你奶奶从未公开过他们关系，但却待其极好。此人便是丹道仙宗宗主的小女儿贾令仪。只是你奶奶是贾令仪为姐妹，这贾令仪却并没有真的是你奶奶为姐妹，只不过是表面客气，甚至是利用你奶奶而已。偶然一次，你奶奶与贾令仪遇到了一位大人物，你奶奶得到大人物的青睐，而贾令仪则是被完全冷落在了一旁。他出身高贵，自命不凡，怎能忍受如此冷落？任由他眼中出身卑微之人在其面前出尽风头。至此，他对你奶奶已是心生嫉妒，怀恨在心。再加上你奶奶名声越来越大，他的危机感也越来越重。但是他不方便直接出手，而是以巨大好处为诱惑，将这个人任务交给了我司徒界灵门。因为对外来看，我司徒界灵门也的确有理由除掉你奶奶。我父亲当时倒也是金龙焰宗为威胁，这件事我不否认，但能够除掉金龙焰宗的同时，又巴结丹道仙宗，这自然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后面才发生了后面的事。但实际上那一战，我父亲根本不是你奶奶对手，是丹道仙宗和仙途的人暗中出手，才勉强将你奶奶杀死。这件事秘密进行，我司徒界灵门所知也是很少，当年知晓此事的都战死了，我也是在我父亲临终之前才得知此事。司徒坤也这番话听得众人大为震惊，不曾想当年惨案还有如此内幕，包括司徒廷爷等司徒界灵门的众人也是从未听闻。楚风之前自然也从未听闻过，但相比于满脸震惊的众人，楚风却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怎么听都觉得此时司徒坤也所说更像是事实。楚风，你别听这司徒坤也胡说八道，我家小姐高高在上，她什么都不缺，要嫉妒也是比人嫉妒她，她怎会嫉妒你奶奶？她完全就是胡扯。那贾大人赶忙辩解：楚风，你看这令牌。此时司徒坤也亮出一道令牌，那令牌上面的正中间写着丹道仙宗4个大字，而右下角则是写着3个字：贾令仪。我若所说是假，为何我会有此令牌？此令牌乃是当年贾令仪交给我父亲的，算是对我丹道仙宗的一道保护符，这也是当年给予的好处之一。而这贾东奇来到此处，可不是来保护我司徒界灵门的，他们就是询问你的事情。你别听他口口声声的说着和解，其实他也是想要除掉你的。贾令仪不会允许宋洛乙的后人活在世上，尤其是天赋好的后人。司徒坤也说道：别听他胡言乱语，楚风，别信他。贾大人继续解释，还在狡辩，我奶奶曾说过，贾令仪乃是他的姐妹。楚风对贾大人说道。见楚风这样说，贾大人顿时一愣，我家小姐与你奶奶的确相识，这我不否认，但是你想一想，我家小姐与你奶奶关系那么好，怎么可能害你奶奶？贾大人问。听闻此话，楚风一阵冷笑，你家小姐高高在上，身份超然，与我奶奶关系那么好，可为何我奶奶家族被灭，她却连个屁都没放？楚风问。贾大人愣住了，旋即解释道：楚风，事出有因啊，事出有因。楚风冷笑，我实话告诉你，我奶奶并未说过她与贾令仪有交情这件事。楚风说道。啊，那你……贾大人这才意识到他被骗了，我就是想确定一下，那贾令仪与我奶奶是否曾为姐妹？既是姐妹，不可能见死不救，更不可能在自己姐妹遇害后而当做什么事情没有发生，更不可能将自己的令牌当作保护符赠与害死其姐妹的势力，除非这一切都是他所指示。楚风说的极为确定，不仅是因为他故意撒谎试探，是楚风一直在观察司徒坤也与贾东奇的反应。司徒坤也说的不像是假的，毕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
的确不想做这个背锅之人，尤其是在这贾大人说要亲手灭了他司徒界灵门之后，那司徒坤也所表现出的愤怒绝对不是伪装的，而贾大人从头到尾表现的便是2个字：慌乱。这足以说明司徒坤也所言乃是真的，那贾令仪才是毁了金龙焰宗的罪魁祸首。楚风，你别贾大人还想辩解，他倒不是怕楚风，只是他不敢毁了他家小姐的清白。若不是在乎名声，他家小姐也不会委托丹道仙宗来做此事。可他话未说完，便发出一声惨叫，是楚风再度握紧了那抓住连他的阵法巨手。你只有最后一个机会，要么说出真相，要么死。说司徒坤也所说是否是真的？楚风凝声问道，虽然心中已有定论，但还是想亲耳听贾东奇来承认此事。而此时那阵法力量已是发挥到最强，贾东奇已是丧失抵抗之力。贾东奇能感受到楚风的杀意，楚风绝对不是开玩笑。仔细思索之后，他抬头看向楚风，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中。楚风，他说的是真的，我也是小姐派来打听关于你的事的，但是你千万不能找我家小姐麻烦，你要装作不相信，不然不止我要死，你也要死。你是外来人，你不知道我家小姐究竟有着怎样通天的手段，她要杀你，宛如杀死蝼蚁，你奶奶当年都不是其对手，就别说是。忽然一道闷响传来，那贾大人化成了一滩血水。楚风没有让他继续说，楚风只要确认一切是贾令仪所为即可。至于这贾大人，别看此时说话客气，那是因为他陷入死局，若是让他脱身，那倒霉的必然就是楚风。楚风对抗贾大人，将攻杀阵法力量提升到了极致，导致阵法力量快速流逝。如今阵法将逝，他也只能快速解决此地一切。楚风单手握紧，利用阵法力量，一把巨剑浮现手中，随后将目光扫向司徒界灵门众人。此时无数人开始跪地求饶，他们都不想死，但楚风根本没有理会。楚风早就给过他们机会了，他们并没有珍惜。不管罪魁祸首是谁，金龙焰宗也是你们屠的，你们手上沾满了金龙焰宗的血，你们该死。楚风对司徒坤也道，司徒坤也知道他也将死，尽管强装镇定，可此时的身体都在颤抖，他也怕死，并且非常怕死。楚风能灭我司徒界灵门算何本事？有本事去灭贾令仪，有本事去灭仙徒，他们的手上也沾染了金龙焰宗的血。司徒坤也对楚风咆哮，你放心，黄泉路上你们会相聚。楚风此话说完，手中巨剑猛然一挥，剑气横扫而过，顿时鲜血如注，自大地喷涌开来，众司徒界灵门之人的头颅尽数斩下。尽管早有预料，可看到这一幕的发生，人们还是被吓得不轻，那可是数千万条生命啊！但楚风不仅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将冷漠的目光投向下方，看向那些先前帮着司徒界灵门说话、辱骂他的人。楚风大人息怒，楚风大人息怒，莫要怪我们啊，我们也只是为了活命罢了。莫说辱骂过楚风的人，就连那些没有辱骂楚风的人，也吓得全部跪在了地上。他们生怕楚风杀红了眼，把他们也都杀了。毕竟楚风连贾东奇都敢杀，他们算个屁！楚风杀了他们。淡淡忽然开口，但楚风没有照做，而是大袖一挥，将金龙焰宗众人骨骸以及司徒界灵门众人头颅还有尸体全部收走后，便离开了此地。见楚风离开，众人纷纷瘫坐在地，不管他们是何身份，可此时都在庆幸自己捡回了一条性命。楚风正在空中快速飞掠，重新进入了隐藏状态，离开司徒界灵门，那强大的阵法力量也已然彻底消失。怎么不杀？淡淡问。杀人灭口吗？那不是我的风格。楚风明白淡淡的意思，将所有人杀掉，那么司徒坤也所说的话便不会传出去。倘若丹道仙宗还无法确定楚风是否知道当年真相，也许便不会对楚风进行追杀。但楚风不想滥杀无辜，就算不杀人灭口，刚刚如你之人也该死。淡淡道，算了，给他们一次机会，毕竟他们身后也有老小。楚风一路走来，受尽白眼，这种墙头草见多了，在楚风看来，他们的确该罚，但罪不至死，你便仁慈了。淡淡道，是成长了。楚风道，切。淡淡撇了撇嘴，但没有责怪，反而嫣然一笑，笑得极美。他是动了杀心，是因为那些人敢辱楚风，在他看来就该死。至于什么家人老小，关他屁事。女王大人可没有何种同情心，但楚风有楚风做事的方式，他支持楚风的方式，无条件支持的那种，这便是女王大人。当楚风觉得安全之后，这才飞落而下，落在了一座丛林之中。接下来去哪？去找雨薇大人吗？淡淡问。不，真正的仇人还未解决，还不是时候。我要将所有仇人的人头一同奉上。楚风道，只是看样子，那贾令仪好像很不简单，好像不好对付。淡淡道，现在不好对付而已，但迟早在我面前如蝼蚁。楚风道，扑淡淡又笑了，笑啥？我的女王大人觉得我在吹牛比？楚风问。当然不是，本女王是谁？本女王可是从九州大陆一路陪你走过来的，是亲眼看到你从一个2等宗门的弟子成长到今日模样的，这有什么吹牛的？之前的哪一个对手不比你强？你被他们打压过多少次，追杀过多少次？可如今回头再看，哪一个不是如同蝼蚁？淡淡道，那我的女王在笑啥呢？楚风好奇地问。本女王是开心啊，开心。你知道此事后，心情却并无太大波澜。你的无波澜不是因为不怒，而是因为自信可以除掉此人，不管他现在是什么人物，在你眼中迟早要死。这样自信的楚风，甚得本女王欢心，难道不可以笑吗？淡淡问。可以，可以，我的女王大人想怎样都可以。楚风笑着说道。那你现在有何打算？淡淡问。自信归自信，但修炼的脚步不能停。我先看看此次得到了多少好处。淡淡，你也将刚刚我收来的本源炼化吧。楚风道。刚刚虽然大开杀戒，但是本源楚风可都留下了，包括那被捏成肉泥的贾大人。好，一起练。淡淡道。
司徒界灵门虽然落魄，但是司徒坤也身上的宝贝倒是不少，而那贾大人身上的宝贝更是不少。见蛋蛋开始修炼，楚风也开始修炼，不仅将此次搜刮来的可以用来提升武力的宝物进行炼化，包括之前莫雨涵给他的武力珠子，以及他处得到的宝物一同炼化。只是可惜，这些东西对于如今的楚风而言帮助不大。尽数炼化之后，体内武力也是有着很大空缺。楚风拿出龙之内丹，这龙之内丹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只是可惜还没有淬炼完毕。这感觉，忽然楚风神色一动，随后赶忙将意识投射到界灵空间之内。只见此时的界灵空间被滔天黑焰所占据，此焰之恶，哪怕楚风也感到一丝寒意，那是一种极致的而覆盖界灵空间的黑色气焰，正是源自于女王大人。很快，那黑色气焰进入女王大人体内，而女王大人也是睁开了眼眸。她睁开眼眸那一刻，透露出来的气势是真正的君临天下，就连楚风都是内心一颤。但当女王大人看到楚风，立刻喜笑颜开，好像换了另一个人。楚风，你怎么进来了？我的女王突破了。楚风问。对啊，不过可惜，只是一品半神，后面的本源无法支撑我直接突破，还要修炼。女王大人耸了耸肩，对这个结果她并不满意，毕竟她本来就可以突破到半神的。那我的女王大人战力如何？楚风问。女王大人武尊境可以逆战4品，但半神境多半会受影响。战力怎么说呢？女王大人美眸眨了眨，这才道4品半神欺不了你，逆战3品，半神境还能逆战3品，不愧是我的女王大人。楚风惊喜，虽然相比于武尊还是减弱了一些，但逆战3品已是足够强大。可女王大人接下来的话，却让楚风意识到她还是格局小了。给我一些时间，说不定可以恢复逆战4品。女王大人道。我的女王大人，那要多久？楚风甚是激动，若是能在1品半神拥有逆战4品战力，不就是堪比5品半神？那可实在太逆天了，就连楚风都感觉不可思议。毕竟半神可不是武尊可比的，那是完全不同的境界。本女王也不知道，但本女王迟早会突破这束缚。女王大人甜甜一笑，虽然笑容可爱，但却也有着绝对的自信。嘿嘿，有淡淡撑腰的感觉，是真不错。楚风也是嘿嘿笑了起来。女王大人的修为再度超越了楚风，她也再度成为了楚风的靠山。这种感觉，楚风不会觉得自卑，反而觉得开心。他想变强，也希望女王变强。别拍马屁，这里高手这么多，本女王也可没办法给你撑腰。你呀，还是要靠自己。说吧，接下来有何打算？淡淡很关心楚风接下来的打算，毕竟楚风现在这个敌人可比司徒界灵门难对付多了。司徒界灵门虽然解决了，可仙途没有线索，单到仙宗我现在显然也不能硬碰。我先去古界看看。楚风说话间，便将意识投射回本体，拿出了古界邀请函。这才发现，那古界邀请函的时间虽然在继续缩减，可是标注的地点却是发生了变化。这玩意咋还会变呢？楚风有些诧异。管他呢，既然是真的，应该就不会有错。淡淡道。也是。楚风立刻动身，按照古界邀请函上标注的地点找了过去，结果发现这个地点一直在变化。楚风也只能不停地赶路，在不停地改变路线。最终时间即将快到的时候，楚风来到了图腾天河的一座凡界之中。这回不会再变了吧？眼看着时间邀请函上那马上就要结束的时间，楚风知道若是再换其他世界，他肯定来不及了。可楚风刚走出传送阵，还没来得及观察，便又有一道身影从传送门内走出。楚风一眼就认出，这位乃是当今图腾龙族克钦大长老的弟子白云清，居然又在这见到他了。难道他也得到了古界邀请函？楚风感到有些意外，而白云清可谓自信满满。他出现之后，观看了一眼四周，手中这扇打开，嘴角不由上翘。我白云清今日彻底名扬。话罢，便立刻动身向西南方向飞掠而去。这家伙有病吧？他名扬什么？女王大人不解，就连其他人也是看傻子一般，看白云清。而跟着白云清飞掠的方向，可以看到极为遥远的天空上方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浮空宫殿。那浮空宫殿不是真实存在，只是一道虚影，但却极为巨大，如同异象悬于高空。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看得清楚，哪怕修为弱的也能看得到它。而宫殿之前则立着一道石碑，石碑同样是虚影，但却极为巨大，哪怕距离明明很远，却也能看清上面字体。那石碑上面只有2个字：古界。看来他也得到了邀请函。得到邀请函又如何？那古界又不是图腾龙族，况且这邀请函的地址变来变去的，应该也没多少人可以围观吧？他就算做了什么，也没人知道啊。女王大人说道。而楚风则是看向传送阵，此时传送门不断有光芒浮现，不断有人从传送阵内走出来，可谓是各方势力的人都有。他们普遍修为不弱，不像是这个凡界的人，且无论是何方势力的人，其中一定都有一些小辈，他们也都如白云清一样，看到那古界的宫殿之后，便立刻飞掠而去，目标非常明确。咦？好像不对啊，这些人怎么都直奔那古界而去？该不会他们都是得到了古界邀请函的吧？古界居然邀请这么多人吗？女王大人美眸眨动，感觉到了情况不对，不确定，管他呢，过去看看便知道了。楚风说话间也是立刻动身，向古界的方向飞掠而去。很快，楚风便来到了那古界虚影的下方，在这里有着一座古老的大门，大门是木头的，看着很破旧，但却很大。它立于一片丛林之中，丛林内的较高的树木都有几百米，可那些树木在那木门下方如同一片草坪，而那大门没有任何支撑，就只是一座门，凭空立在那里，但门上却写着古界入口4个字。大门的四周则是聚集着各方势力的人马，其中还有白云清的身影，并且仍不断有人向这里靠近。虽然人数不是特别多，但是也有数十万人了，并且不断有人向此地靠近，人数越来越多。虽然大部分是这座凡界本地人，纯粹来看热闹的，但也仍有外地人来。那些势力的一些人似乎都认得，老一辈正在交谈着。从他们的对话，楚风得知，此次古界果然邀请了很多人来到这里，并且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次邀请的都是小辈。要知道，之前邀请是很少限制年龄的，而这是不寻常的，不仅是限制了年龄，最主要的是古界很少一次性邀请这么多人来到古界。正因为太过反常，甚至有人怀疑
有些人的邀请函可能是假的，但是被邀请来的大多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他们又不可能伪造假的才对。总之，图腾天河这些人也都觉得很蹊跷。快看，丹道仙宗的人来了，他们也得到了古界邀请函。忽然，有人指向远方，果然一队人马，称作浮空战船与战车，浩浩荡荡的向这边飞掠而来。而那随风飘荡的旗帜上面写着的正是丹道仙宗4个大字。丹道仙宗，看到丹道仙宗4个字，楚风目光闪烁一抹寒意。楚风原本对丹道仙宗已无敌意，但是得知自己的奶奶竟是被丹道仙宗那个叫做贾令仪的女子所害之后，丹道仙宗在楚风的心中的印象再度大打折扣。毕竟那贾令仪身份特殊，楚风若要对付他，丹道仙宗多半不会坐视不理。所以楚风的对手不仅仅是贾令仪，很可能是整个丹道仙宗，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啊！女王大人道：“也许是苍天有眼。”楚风道：“哈哈，你这么说倒也是。”淡淡笑了笑，并且笑得有一点兴奋。他很了解楚风，他知道丹道仙宗的小辈多半是要倒霉了。很快，丹道仙宗的人马浩浩荡荡的来到古界大门之前，这片天空之上已是漂浮着许多战船、战车以及巨大的坐骑，可丹道仙宗的队伍却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似是有意告诉人们他们最大一般。然对于他们这种行为，不仅无人不满，反而各方势力的带头人物纷纷御空而起，主动去向丹道仙宗的人问好。这倒是可以看出丹道仙宗在图腾天河的地位非同小可，也难怪当日那个贾东奇那么有底气，一副图腾龙族绝不会因为楚风而与他丹道仙宗为敌的态度。忽然，那座古界大门颤动了一下，大门虽未打开，却有一道光束冲天起，随后于天空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横扫天际。浩强的结界，楚风能感受到那是极为厉害的封锁结界，这是要封锁这整个凡界了。此道结界若是扩张开来，所有传送隧道都将关闭，除非有人能够将这封锁结界破开，否则没人能够再踏入这里，也无人可以出去。而根据楚风的观察，这封锁结界很是强横，虽不如当日那妖僧使用的黑色锁链，但同样不容小觑，至少真神初期很难将这封锁结界破开。由此倒可以侧面说明这古界的人实力不俗。封锁了，果然如传闻一样，古界开启之前会封锁入口。那这样来看，这一次有资格进入古界的就是在场这些人了。但是怎么没有见到图腾龙族的人呢？往年不是都有图腾天族的小辈被邀请的吗？今年居然没有。见到凡界封锁后，也有不少人开始议论，因为古界以往都会邀请图腾龙族的人，这一次实在反常。忽然金芒四射，远处的天际都被那耀眼且神圣的金芒所覆盖，声势浩大，宛如佛光普照。而那遮天蔽日的金芒正在向他们所在的方向快速的飞掠而来。见此情况，莫说在场的众人，就连丹道仙宗的人也都是将目光投了过去，因为那金芒给人的感觉不仅神圣，且速度极快，那种感觉可比丹道仙宗的出场还要威风得多。是图腾龙族，他们果然还是来了。我就说嘛，这古界怎么可能不邀请图腾龙族的人呢？那可是天河之主啊！见到那金芒，许多人安心的点了点头，感觉图腾龙族出现才比较正常。不对，不像是图腾龙族，图腾龙族的感觉不是这样的。但很快有人给出了不同的说法，不是图腾龙族，那会是何方势力能有如此声势？众人感到不解。就在众人不解之际，丹道仙宗内的一辆战车内传出一道老者的声音，是苍穹仙宗。苍穹仙宗听闻此话，众人更是大惊。苍穹仙宗为何方势力？那乃是苍穹天河统治者，是不弱于图腾龙族的势力，难怪会有如此声势。只是古界虽然偶尔也会邀请其他天河的势力过来，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少的。没想到这种很少发生的事情却让他们所遇到了。可这种势力就算来，也会提前通知图腾龙族，毕竟这里是图腾龙族的领地。这一次好像是自己过来的，这情况也是有些不对啊。就在众人猜测纷纷之时，远处金光遮天的景象发生了转变，那原本被金光覆盖的天空出现了青黑色的气焰，那股气焰快速覆盖，很快便覆盖了天空过半，与苍穹仙宗那神圣的光芒形成对立之势。那青黑气焰滚滚翻腾，形态十分诡异，哪怕距离尚远，但也具有极强的压迫之感。倘若苍穹仙宗给人的感觉是神圣，宛如佛光普照，那么青黑气焰给人的感觉则是恐怖，如同末日降临。那气焰好诡异，那是什么？众人感到不安。那青黑气焰太诡异了，它出现的那一刻，人们便感到了极大的压力。最主要的是，那青黑气焰竟给人一种能与苍穹仙宗分庭抗礼的感觉。但那总不会是苍穹仙宗的人吧？又会是何方势力能与苍穹仙宗抗衡？是血脉天河的清月神殿。丹道仙宗的战车内再度传来刚刚那位老者的声音：清月神殿，那个仅次于化魔一族的邪魔势力吗？此时众人可不是震惊与不安那么简单，他们真的开始害怕了。楚风能够看到，莫说小辈，就连老一辈们的脸色也是变得铁青，仿佛大难临头，不因为别的，只因为清月神殿臭名昭著，乃是整个浩瀚修武界较为出名的邪魔外道。忽然天际之上传来阵阵轰鸣，竟有涟漪开始肆虐，两股势力正在碰撞，打起来了。苍穹仙宗有人出手，与清月神殿的人打起来了。果然正邪不两立啊！不愧是苍穹仙宗的人，他们不会容许邪门歪道在他们面前出现。打死清月神殿的人，他们不配进入古界，更不配来到我图腾天河。眼见着两方势力开始了较量，许多人开始替苍穹仙宗呐喊助威，他们都希望苍穹仙宗的人能够直接将那清月神殿给灭掉。但楚风看得出来，他们倒不是真的对清月神殿恨之入骨，更多的是因为恐惧，他们很害怕清月神殿，所以希望苍穹仙宗能够帮他们消除掉他们所恐惧之物。哎呦，精彩啊！这威势虽然弱于妖僧与图腾龙族之战，但是也很厉害了，不愧是浩瀚修武界，这种级别的高手竟随处可见。女王大人跟随楚风的目光欣赏起远处的战斗，那战斗其实根本看不清过程，只能感受威势，但只是那威势却也冲击着诸位修武者的内心。至于女王大人，
他不恐惧，反而兴奋。他很喜欢战斗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强者的战斗。楚风，你咋回事？看到这么强的人交战，怎么感受不到你的恐惧，反而感觉你这家伙有点兴奋呢？女王大人忽然诧异，她觉得楚风不怕很正常，但没想到楚风居然也会因此而兴奋。确实有点兴奋，可能是他们在提醒我还很弱小，让我有了更加强的变强的欲望吧。毕竟有朝一日，我的战斗也会掀起此等威势。楚风道：“不愧是你。”女王大人笑道。只是忽然，楚风将目光投向不远处，他看到了一道身影，那正是给他邀请函的白发女子，而白发女子也在看着他，这让楚风一惊。淡淡，他好像能看到我。楚风道。楚风一直是隐藏状态，而且对自己的隐藏手段很自信，可那白发女子的目光却让楚风变得没那么自信了。不是好像，他应该就是可以看到的。这丫头不简单啊！女王大人也是说道。那我过去吧。楚风说话间便走到了白发女子身旁。姑娘，你也来了。楚风对白发女子说道。可白发女子却没有理会，反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他处，一副寻人的模样。别装了，我知道你能看到我。楚风再度说道。听闻此话，白发女子眉头皱了一下，随后看向楚风：你见不得人吗？干嘛一直隐藏？他也不装了，直接摊牌了。他就是看得到楚风，我仇家多呀。楚风道。你一个外地人，哪来的仇家？白发女子有些不信。我这个人没啥优点，就是喜欢见义勇为，这就人难免得罪人，自然而然的仇家也就越来越多了。楚风嘿嘿笑道。他是故意开玩笑，他的语气就能让人听得出来，他是在开玩笑。因为白发女子太死板了，他想缓解一下气氛，可谁曾想，那白发女子干脆不说话了，这让楚风意识到白发女子好像不吃这一套，所以楚风也是恢复正经状态，问道：在下楚风，还不知道姑娘如何称呼？白发女子没有回答，而是将目光看向远处的交战。楚风意识到白发女子似乎有点介意这个问题，于是也没有追问，而是也将目光投向了远处的交战。也不知道那清月神殿做了什么恶事，竟让这些人如此憎恨。楚风道。清月神殿是非常狠辣的势力，他们倒是不会抓人进行修炼，但是得罪他们的人或势力都没有好下场，如疯狗一般，有仇必报，本就是血脉天河最凶恶的势力之一。尤其是伴随化魔一族突然消失之后，清月神殿的动作也是越来越大，在血脉天河越来越活跃。不曾想如今竟敢离开血脉天河了，而人们只听闻过清月神殿的事迹，却很少有人见过清月神殿，见到了难免心生畏惧。不过其实无碍的，清月神殿虽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不会随随便便杀人。白发女子说道。多谢姑娘告知，姑娘你懂得还真多啊。楚风道。白发女子没有接话。姑娘，那古界以往会邀请这种势力过来吗？楚风问。会，但没有邀请过这么出名的势力。白发女子道。图腾龙族不管。楚风问。古界只是邀请，却不与任何势力勾结，图腾龙族自然也不会管。况且这些势力若是要来，也是偷偷摸摸的，不会告知图腾龙族，图腾龙族也拦不住，何必责怪古界？白发女子道。好像也有道理。楚风点了点头，但越发确定白发女子不简单。别看她年纪小，可她知道的事情显然比在场很多人都多，怎么不打了？忽然，人群之中传来不安的声音，因为苍穹仙宗与清月神殿的交手停止了，虽然没有继续向他们的方向而来，但显然双方的交锋停止了。势均力敌，不想鱼死网破，何况他们并没有深仇大恨，只是与此碰到了而已。丹道仙宗战车内再度传来那位老者的声音，不过这一次伴随那声音的响起，那战车内飘出一道身影，他身穿丹道仙宗的长袍，一头白发散落肩后，那白发很长，到了脚跟处随风而动，竟有些美感。而那老者负手而立，饱经沧桑的脸上却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眸，哪怕望着两大势力，眼中也无一丝波澜，一看就是见过大场面并且具备一定实力的人。是无相大人。拜见无相大人。见到这位老者出现，下方的许多人都施以大礼。诸位无需担心，这里乃是我图腾天河的领地，有我丹道仙宗在此，没人敢动你们。那被称为无相大人的老者面露慈祥笑容，看向下方众人，而他此话一出，下方众人就像是找到了靠山一样，一个个变得安心了不少。多谢无相大人，有您在，我们谁都不惧。一时之间，各种感谢的声音响彻天际，而很快，那停滞不前的两股势力便开始继续前行，很快便来到了古界大门的上空。此时，整个天空都被那金色与青黑色的两重气焰所覆盖，连丹道仙宗的人马也被覆盖，他们就像是天一样，遮盖了一切，凌驾于一切。但下方的人们，除了那耀眼的金芒以及青黑的气焰，却什么都看不到。苍穹仙宗与清月神殿的人根本没有现身的意思，这是一种藐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对图腾天河这些人的藐视。一道身影御空而起，想要突破那金色光芒与青黑气焰，乃是无相大人。然而他刚刚靠近，一股强大的力量便涌现而出，那是封锁力量，拦住了无相大人。见此情形，无相大人倒也不慌，赶忙定身势力，在下丹道仙宗长老莫无相，我并无恶意，只是想代表图腾天河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无相大人竟没有发怒，而是客气地对着虚空施以一礼。这一幕让刚刚还对他崇敬不已的图腾天河各方人马一时之间感到有些失语，但接下来的一幕则是让那无相大人更加颜面尽失。丹道仙宗的人也配代表图腾天河？什么时候有本事把图腾天河的名字改成丹道天河再说吧。青黑气焰之中传来一声尖锐的笑声，不知是男是女，总之有些怪异。但很快青黑笑声越来越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不仅仅是清月神殿的人，
就连苍穹仙宗那边也是传来了一些嘲笑的声音，就连他们也是看不起丹道仙宗的。这不仅让无香大人脸色难看，整个丹道仙宗的脸色都变得难看起来，而下方的图腾天和各方势力的脸色也都变得尴尬无比。刚刚还说保护他们，结果人家当着众人的面嘲讽他，他却连个屁都不敢放。但是他们哪怕心中有怨言，也是不敢说。苍穹仙宗与清月神殿，他们不敢得罪，但是丹道仙宗他们也同样不敢得罪。此时，苍穹仙宗内也传来一道女子的声音：炼丹之宗也配用仙字？不过是一群有点修为的凡夫俗子罢了，也敢以仙自居，真是无耻！这声音竟也满是藐视之意。炼丹之人，凡夫俗子，不配用仙。这番话实在太过刺耳，让人难以置信。这让莫无香脸色异常难看，他没想到他的有礼相待竟换来这样的回应。清月神殿也就罢了，本来就是没礼数的邪魔外道，怎么苍穹仙宗也是如此？这不是他印象中的苍穹仙宗。诸位，我丹道仙宗毕竟是图腾天河的势力，我们对图腾龙族忠心耿耿，乃是图腾龙族附属势力，代表图腾天河欢迎你们，难道还有错不成？你们不接受也是无妨，没必要这么冷嘲热讽吧？居然连我丹道仙宗的名字都要管，未免太过无礼了一些。莫无相不再客气，表达了他的不满。这倒是让丹道仙宗与图腾天河的人刮目相看起来，毕竟莫无相代表着他们，我们觉得你不配，难道还不许说？老头子，你也未免太玻璃心了吧？苍穹仙宗内那女子声音再度传来，无相大人冷哼一声，他的脸上终于涌现怒容。我丹道仙宗是图腾龙族为主，可不代表我丹道仙宗就弱，我劝你们客气一点，客气就算不客气又能怎样？苍穹仙宗内那女子声音再度响起，极具挑衅意味。老夫也有朋友是苍穹仙宗之人，老夫对苍穹仙宗本是敬畏的，但看来不是所有苍穹仙宗之人都值得老夫敬畏。既然有人如此没有礼数，那老夫觉得有必要教上一教。无香大人说话之间，身上便释放出强大的结界之力，那结界之力一经出现，下方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强大的压迫，那乃是真龙结界。这莫无相有些本领啊！女王大人叹道。楚风没有说话，但却意识到丹道仙宗并非虚有其表，只说这莫无相便是一位很强的存在。而就在此时，金色光芒四下翻腾，一道女子身影也是从天而降，宛如仙女下凡。她身穿青色长袍，周身却有金芒缠绕，素气的青色长袍配上华丽的金色光芒，不仅毫无违和感，反而有着一种别样的美。此女虽不是小辈，但长得却很年轻，并且有着几分姿色，不仅双腿修长，胸前也是鼓鼓的，身材极好，韵味十足。但如此具有魅力的女子，眼中却尽是戾气，让人都不敢仔细打量，生怕看得多了便会被她一击抹杀。因为她可是连莫无香都不放在眼里的人，怎么还想出手不成？不怕死的话，你可以试试。这位女子眼中尽是轻蔑，还以为是谁，原来是苍穹仙宗的夏星辰。那如此没有礼数，倒是可以理解了。你不是因为伤了同宗之人被关押起来了，这么快就放出来了？真是搞不懂苍穹仙宗为何还会留着你这样的败类。见到这名女子，莫无相明显更加无惧，竟冷嘲热讽起来。而听闻此话，那夏星辰脸色顿时变得不悦，他没再说话，抬手便是一掌，纤细的小手落下，却引得下方空间震荡。紧接着，一只武力大手在其下方浮现，从虚幻变实体，从天而降，宛如巨人之手拍向莫无相。而莫无相也是无惧，捏动法诀，随后对着虚空一指，真龙结界之力凝聚之间，化作一道金色巨剑，向武力巨手反冲而去。天地震荡，许多武者都是难以站稳，而滔天的武力与结界更是向四下扩散而去。二者这次对碰，乃是胜负未分。那夏星辰脸色怒意不减，抬手便准备再度出手。可就在此时，一道光芒扩散，这使得夏星辰也是停下了攻势，顺势观望。只见那古老的木门上方出现了一道身影，那同样是一位老者，但是他所穿着的服饰却很特别，似是道袍，又似是袈裟，乍一看不伦不类，但仔细一看竟有些好看，并且他的长相也是有些特别。他的耳朵竟是尖尖的，似是妖兽耳朵，并且较为常人，眼睛也是细长一些，乍一看就好像闭着眼睛，实际上只是眼睛小而已。最主要的是，在他的额头上还印着2个古老的符号，但仔细一看可以看出，那其实乃是字体，那正是古界2字。古界的人现身了，诸位远道而来皆是客，还请给老夫一个面子，莫要在我古界门前交手。古界老者现身后说道：“这位前辈，我可不是惹事的主，实在是这个丹道仙宗的老杂毛说话太难听了，我逼不得已才出手的。”那夏星辰说道。莫无香一脸的震惊，怎么变成他的不对了？而那古界老者也是笑了笑，随后将目光扫向下方众人：“诸位，欢迎你们远道而来，只是这一次的考核相比于以往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这一次的考核会很难。”古界老者此话刚出，众人便顿感不妙了，尤其是那些得到邀请的人。以往古界邀请虽然也会有一些考核，但都是先进入古界再给予考核，但这一次一开始就说有考核，如此正式，还明确说很难，这自然让人担忧。来这里为的是好处，若是得不到好处，那岂不是白来了？等一下此门打开，便是进入古界的通道。进入的方法有2种，一种是正常的考核，这个考核分为10个区，每个区会有1个名额，也就是说10个区之中只有1个人可通过。古界老者话到此处，人群已经开始骚乱起来。看今日到场的人数，起码有几千人接受了邀请，结果只有10个人可以进入，这也未免太苛刻了一点。但人们只是议论，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毕竟人家也说了，有2种考核方式，万一第2种考核名额多一点呢？另外一种方式是比较难的方式，算是一种自我挑战。相比于普通的考核，这种考核方式是有生命危险的，但是若是知难而退，也是可以回来重新选择正常的考核方式。古界老者此话一出，人们真的无法淡定了。搞了半天第2种考核反而是更难的，那不就等于说还是只有10个名额吗？大人，
那第二种考核也限名额吗？有人问道。这个其实很关键，倘若不限制名额，那么试一试也是可以的。毕竟古界老者也说了，若是感觉不对，是可以掉头重新选择的。这第二种考核方式也只有一个名额，第一个通过之后，其他人便无法再通过。古界老者道，竟也是一个，这也太难为人了吧？那不是说总共才11个可以进入古界的名额？终于，人们开始表现出了不满，毕竟有的人不是被邀请的，而是花大价钱搞到了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邀请函，结果现在又说进去有这样严格的要求，那不是等于白花钱了？通过较难考核进入古界之人，不仅还可以享受优待，直接进入最终考核，并且可以拿到半神级圣殿珠1颗。古界老者补充道：“啥？半神级圣殿珠？”古界老者此话一出，人们沸腾了。半神级圣殿珠那种宝物，可当真是无价之宝了。原本已不抱有任何期望的人，也是再度动心了。这一次的考核确实是难了一些，但是奖励也更为丰厚。若是能够通过最终考核，还可以再得到半神级圣殿珠2颗。古界老者说道。听到这里，全场欢呼，就连丹道仙宗的莫无香以及苍穹仙宗的夏星辰这种级别的人物都目露惊喜。每一次受古界邀请而来之人，最差也能得到至尊级圣殿珠，但实际上大多数也只能得到至尊级圣殿珠，就算是最好的，一般也就是得到5尊级圣殿珠。半神级圣殿珠那已经很久没有人得到过了，这只是一种可能，其实大家都不抱有期望了。不曾想这一次直接宣布会给半神级圣殿珠，并且不是1颗。前辈，我有一事想问，若是首轮考核可以用较难的考核进入古界，而后面的最终考核又能通过，是不是就可以总共得到3颗半神级圣殿珠？那夏星辰问道。而此话一出，众人也是竖起耳朵，他这话也是在场的其他人想确定的。正是，并且就算考核被淘汰的人也会有奖励，若能过首轮考核，就算被淘汰，每人仍可以拿到10颗5尊级圣殿珠，哪怕首轮考核淘汰的人，也都可以拿到1颗至尊级圣殿珠。因为这一次有特殊要求，只有小辈可以参加考核，所以只要今日是拿我古界发放的邀请函而来到这里的，无论是否参与考核，都可以拿到1颗至尊级圣殿珠。古界老者说道。这次的奖励也太丰厚了吧！原本还满脸牢骚的众人变得兴奋不已，他们之前沮丧是因为怕白来一场，现在不仅不会白来一场，反而有机会得到半神级圣殿珠，甚至只要通过首轮考核，就可以拿到10颗5尊级圣殿珠，这比以往的最好奖励还丰厚啊！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开始跃跃欲试，就连原本是以长辈身份进入古界的人，也没有退缩的意思，而是准备让自家小辈拿着邀请函进入古界。不是他们没见过好东西，莫说至尊级的宝物，就算5尊级的宝物，他们也不缺，但他们各自的势力也都有后辈，后辈也需要成长，后辈不可能一开始就修炼高等级的武技，用高等级的宝物，所以各个阶段都要有好的储备，并且这是很关键的。而天庭圣殿是什么地方？这种地方出现的好东西，很可能是顶级势力也没见过的。这也是为何明明之前进入古界能得到的最大的好处，多半也只是1颗5尊级圣殿珠，还是没有人愿意错过古界的邀请的原因。甚至图腾龙族的人都不会错过，只要被邀请，都会派人过来。他们不想错过的不是古界，而是不想错过天庭圣殿。诸位若是准备好了，那便开始吧。古界老者此话说完，那古老的大门便缓缓开启。开启之后，那里面还有着11道较小一些的大门，其中10道大门为白色，在下方依次并列，还有1道大门悬浮于上方，它乃是红色，仿佛预示着危险。毋庸置疑，这道门通往的便是那难度较高的考核了。而眼下，这通往古界的11道大门全部是开启状态。突然之间，所有拿到邀请函的人立刻动身，可有2道身影特别的快，几乎在众人刚刚动身之时，他们便已经从天而降，来到了那红色的大门之前。那是2名男子，全部都是小辈，一个身穿青色长袍，那乃是苍穹仙宗的服饰，此人长相英俊，一看就是一表人才。而另外一个身穿青黑长袍，相比于苍穹仙宗那位，他长得更为英俊，实在太俊俏，甚至有些妖媚。唯一的缺点就是皮肤太白，是惨白那种。这位必然是清月神殿的人。他们2个来到门前，同时停下，互看一眼之后，竟皆是转身离开，分别选择了下方的1道门进入其中。怎么放弃了？众人不解，他们都看出来，那2位本是想挑战高难度考核的，但为何又突然放弃？可就在此时，一道身影飞掠而下，乃是丹道仙宗的男子。快看，是贾成英，丹道仙宗当今小辈第1人，他竟也来了。见到这名男子，人群沸腾。显然对于图腾天和众人来说，此人的名声更大，倒也正常，毕竟他可是丹道仙宗的最强天才啊。只是这贾成英来到那红色大门前，却也是眉头皱了皱，脸上露出了犹豫，最终他也是转身改变路线，进入了下方的1道大门之中。贾成英也放弃了，此门到底有何说法？3位天才接连改变路线，让人们意识到那红色大门的不简单。人群中，白云清目光犹豫，他也不知那红色大门是如何吓退3位天才的。他又想去试试，又不想丢这个人，最终他做出了决定，他并未选择红色大门，而是下方10道门中的1道走了进去。他选择了稳妥的方法，不去挑战，直接放弃。只是他虽贵为图腾龙族克钦大长老的弟子，但显然大家并不认得他，所以他的出场并未引起任何水花。姑娘，你走哪条？楚风对白发女子问。你不用跟着我走，走你想走的即可。1道白色身影飞掠而起，直接掠向了红色大门。正是那白发女子，因为她没有任何停留，而是直接进入其中，且速度太快，所以小辈们根本无法发现他，但是老一辈的强者却有人发现了，所以都是露出惊叹的目光。尤其是莫无香，他是了解贾成英的，一般能争的时候，他不会选择放弃。既然放弃，必有缘由，而这缘由很可能就是危险程度太高，连贾成英都放弃的挑战。那白发女子竟敢挑战，要么是有绝对的实力，要么就是脑子不好。但从刚才他的速度来看，那
那绝对不是寻常之辈，就算脑子不好，也是小辈中的一位少见人才。这白发姑娘，莫非是少爷所说的那位，在最强试炼半神初期将其击败的那位？莫无香陷入了思索。与此同时，许多人都在进入那巨大的木门，只是有人还未靠近，便直接被无形的力量拦了下来。原来是有人想要浑水摸鱼，但是身上没有邀请函，眼见败露，这些人也是面露尴尬，只能灰溜溜的离开。至于古界老者，倒也没有惩罚这些浑水摸鱼之人，而是打量着下方的一切。而就在此时，围观的人群中则是传来惊讶的声音，因为又有一道身影出现在了红色大门之前。这个人乃是凭空出现的，乃是楚风。妈的，失算了，这里竟有结界！楚风一脸尴尬，他本想隐身进入，可不曾想来到红色大门前，自己的隐藏结界被破了。这里竟有破解隐藏结界的力量，而自己之前却毫无察觉。但同时，楚风也知道，为何先前苍穹仙宗、清月神殿以及丹道仙宗的天才来到这道红色大门前，却都选择改变路线了。站在这门前，能够感受到那门内的可怕，那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压迫，这种压迫直击内心，令人胆寒。那是一种真的会死的压迫。怎么不动了？要是害怕就直说，何必装这个逼？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在楚风身后响起，回头观望，乃是一名身穿丹道仙宗的服饰的男子，正御空而行，向楚风走来。他面容稚嫩，不仅是小辈，应该年纪也不大，多半与楚风相差不多，在100岁以内的小辈之中，也是较为年轻的。而他气息外放，乃是一位8品武尊，这个年纪有这个修为，足以看出他的天赋不错。只是看楚风的眼神，却充满轻蔑与挑衅，明明无冤无仇，只是第一次见面就是这般，这让楚风十分不爽。楚风最看不上的就是这种高高在上，莫名其妙就看扁他人的傻逼。是贾成雄，不仅贾成英来了，居然连他的弟弟贾成雄也来了。贾成雄比哥哥贾成英小了足足30岁，竟已达到8品武尊吗？这是何等天赋啊！未来可期，真是未来可期啊！此时，人群之中响起夸赞的声音，甚至隐约能够听到一些年轻女子的尖叫。看得出来，这贾成雄与他哥贾成英一样，都很受欢迎。听到众人的赞美，那贾成雄脸上的嚣张则是更为明显。让开，不敢进就赶紧滚，别在这挡路！贾成雄说话间便走向红色大门。可是走到楚风的位置时，他的脚步停了，不仅脚步停了，脸色也变了。他也感受到了红色大门内传来的那至极灵魂的恐怖气息。怎么不走了？楚风问。你管我？我不想走。贾成雄道。怕了直说。楚风道。怕？呵，我贾成雄会怕。贾成雄一脸不屑，但却不敢再向前踏出半步，反而向后退了退。不对，这个人怎么也如此面熟？他突然，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名女子指着楚风说道：“楚风是谁？”立刻有人提出疑问，就是那个最强试炼夺得武尊后期最强之名的楚风啊！那名女子道：“啥？最强试炼？武尊最强的那个楚风？我擦！好像真的是啊，居然是楚风！”认真打量之后，人群再度沸腾，那沸腾的声音竟比贾成雄现身的时候还要炸裂得多。老一辈还好，但是小一辈的双眼则是变得无比炙热，尤其是女子们更是纷纷发出尖叫，甚至有女子当众自报家门，说要为楚风生孩子。你的名声这么响了，现在还面生，时间久了，你必然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最强试炼还真没白参加。快看快看，那些女孩子看你的眼神都在发光，你已是她们眼中的绝对强者。快挑挑，有没有喜欢的？收回来做后宫啊！女王大人兴奋地说道。眼见楚风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女王大人比楚风还要高兴。可实际上，连楚风自己也有些意外。他早就知道最强试炼的事情会传开，但没想到传得这么快，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因为这件事儿对自己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喜爱。你是楚风？此时贾成雄看楚风的眼神也变了。正是。楚风道。是那个最强试炼夺得最强武尊称号的楚风？贾成雄又问。正是。楚风又道。而他此话一出，人群中再度传来尖叫，这一次几乎都是女子的叫声，似乎相比于自己的猜测，当楚风自己说出身份时，他们更加兴奋。而实际上，此时无数暗中传音已经开始映入耳帘，那都是向楚风示好，向楚风表达爱意，表示想和楚风在一起的声音。图腾天河的女子还真是豪放啊！楚风正在内心感叹着，可忽然脸色就变了。他发现不仅仅是女子暗中传音表达爱意，竟然还有男子，这他妈的被男人看上了，这让楚风无法接受。哟，真的是你啊！还以为是无名小辈，最强武尊，好厉害啊！这么厉害，你敢进去吗？贾成雄冷嘲热讽，显然是在对楚风名声盖过他而感到不爽。你敢吗？楚风问。你敢我就敢。贾成雄道。不敢进来的生儿子没鸡鸡。楚风此话说完，便直接走了进去。这一下，贾成雄傻眼了，他后悔了，后悔不该挑衅楚风。没想到楚风这么刚，说进就进，连苍穹仙宗与清月神殿的天才，还有他哥哥贾成英都不敢进的地方，这楚风居然敢！妈的，这人不怕死吗？贾成雄的表情比吃了屎还难看，回头看向众人，他脸色则是更加难看。大家都在盯着他，看他敢不敢进去。别的还好，楚风那句话不敢进的生儿子没鸡鸡，可实在太毒了。这要是不进，以后还怎么在图腾天河混？妈的，进就进，谁怕谁？贾成雄咬了咬牙，硬着头皮便钻了进去。而此时又接连不断有手持邀请函的人飞向红色大门，他们都感受到了那红色大门的危险性，于是将此事公布于众。人们终于知道为何之前那么多天才不敢进了，也开始佩服楚风和贾成雄。可是很快，贾成雄跑出来了，并且跑出来的时候不仅冷汗连连，居然连双腿也是在微微颤抖，就好像遭受了什么惊吓一般。贾成雄也意识到有些丢脸，出来后话也没说，直接选择下方的一道门钻了进去。众人面面相觑，倍感无语。贾成雄的天赋没得说，但这胆量显然不如楚风啊，居然被吓出来了，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进呢。可也正因为贾成雄被吓出来了，
却也证明了2件事：一，这红色大门内的确很危险；二，楚风真的勇，毕竟贾成雄都吓出来了，可楚风却没有出来，足以证明楚风的厉害。其实那红色大门内并没有实质性的危险，只是进入其中后，相比于门外感受到的恐惧之感会不断，到了后面甚至会成倍的增加，并且如同无形的虫子向体内钻去，影响人的心情。换句话说，这一关考验的是胆量，胆小的人根本撑不住，会被硬生生的吓死。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恐惧，不是说你告诉自己这是假的就行了，它是真正的影响着你。好在楚风的定力足够强，胆子也足够大，所以倒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楚风快速飞掠，很快他便见到了白发女子。白发女子此时也是面露艰难，但还在缓步前行。你没事吧？楚风走了过去，白发女子抬头看向楚风那一刻，二人四目相对，楚风能够看到白发女子精致的脸蛋都已经变成了青色，她是真的被吓到了，而白发女子则是满眼惊讶。你不怕吗？白发女子问。都是假的，有何怕的？楚风说。白发女子一时之间说不出话，她当然知道是假的，这只是感官的一种攻击，就像是精神攻击一样，可重点是她扛不住啊。但是楚风好像抗住了，甚至没有受影响，这家伙是多大的胆子啊！我没事，你走你的。白发女子道，只是声音都是抖的。那你直接回去吧，毕竟只有1个名额。楚风道。白发女子没有说话，而是继续走，哪怕知道她争不过楚风，可却也没有放弃。这丫头真倔强啊！女王大人叹道，她应该是要挑战自己吧。楚风看穿了白发女子的打算，适应这种恐惧也是一种修炼，并且还是难得的修炼机会，毕竟内心的强大与否决定着未来前程的远近。只是这种修炼对楚风来说没用，楚风一路走来，早已将心境修炼的足够强大，这也为何这么多顶尖天才都不敢进来，被吓得改变了路线。可楚风深入其中，却也不受什么影响的原因，这不是天生的，而是楚风经历的苦难修炼来的。楚风继续前行，而没走多久，他便来到了最深处，那里有着一道结界门，只要穿过那道结界门，楚风就通过考核了。但楚风却停下来了，就这没好处了。楚风意外，不是有好处的吗？半神级圣殿珠啊！女王大人道，我知道，但是来时的路上我察觉到了，其他10个入口内是蕴藏修武之道的。楚风道，你是怎么察觉到的？难道这个入口与其他入口是相连的？女王大人好奇地问。没有绝对根据，只能说算是一种直觉吧。楚风说道。一种直觉，你确定吗？女王大人问。不是纯粹的直觉，而是的确感受到了这种可能，但没有明确根据。楚风道，那是要看你想要半神级圣殿珠，还是要感受修武之道了。那修武之道很强吗？对你有帮助吗？女王大人问。倒不是特别强，但多少会有一点帮助，我倒是不想错过。楚风说道。楚风，这可是半神级圣殿珠啊，你想清楚哦。女王大人道。但有没有一种可能，2个我都要？楚风问。都要？那白发女子也快过来了，你现在去挑战另外的入口，然后再跑回来，绝对来不及。女王大人道。试一试。楚风此话说完，便向回跑去，很快便又见到了白发女子。你怎么回来了？前方有什么东西吗？白发女子眉头微皱，她以为楚风回来是因为前方有难以通过的危险。没有，你坚持住，很快就到了。楚风道。你是特意回来安慰我的？白发女子问。也不是，我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楚风道。何事？白发女子问。可不可以这样，你做这个第一，但是把半神级圣殿珠给我？楚风问。你不想做第一？白发女子问。不是，我实话实说，我修为还太弱了，而我察觉到其他入口内是蕴藏修武之道的，虽然不是很强烈，但我不想错过领悟这修武之道的机会，所以我想去领悟一下。楚风道。好，我答应你，第一归我，奖励归你。白发女子倒也爽快，竟直接应下。谢了。楚风此话说完，便向外跑去。居然这么做，亏你想得出来。女王大人道。他之前倒是没想到这个方法，我这不也是穷的没办法吗？不然也不至于这样。楚风嘿嘿笑道，但多少也有一点无奈。那倘若他不把半神级圣殿珠给你呢？女王大人问。不给就不给吗？虽然是我放弃的第一，但那奖励本来就是给真正的第一的，他不给我也无可厚非，给我反而欠他一个人情。不过我觉得他不像是那种言而无信之人。楚风道。我看那丫头也不像那种人。女王大人也表示赞同。很快楚风便从红色大门跑了出来，只是楚风的出现却让外面围观的众人感到不解。楚风他怎么也出来了？楚风没有解释，笑着对众人挥了挥手，随后便直接选择下方的一道白色大门飞掠了进去。看来那红色大门果然无法通过，居然连楚风也放弃了，不愧是高难度的考核，看来那颗半神级圣殿珠是没人能拿到了。眼见着楚风放弃，许多人表示遗憾，尤其是小辈女子们。不对啊，怎么楚风的脸上没有害怕的感觉？也有些人提出了疑虑，可能强装镇定呗。有男子不屑地说道，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楚风，也有人厌恶，甚至嫉妒。说这话的人便是厌恶楚风的人啊。那楚风还真是很好面子呢，死要面子活受罪呗，何必呢？听闻此话，不少人都是发出冷笑，嘲讽的声音越来越多，如小人得志一般。他们明明与楚风不相识，可抓到这个机会便拼命的诋毁楚风。楚风早就想到了会有这种人出现，但楚风根本不在意，楚风只在乎自己在乎之人，他人的想法楚风完全无视。而眼下楚风所前行的这个通道与红色大门内的情况不一样，红色大门内没有任何关卡，只是充斥着恐惧感，直击内心。这道门内虽没有那种恐惧感，但却布满了机关陷阱，是较为常规的考验。而这种考验对于楚风而言，同样如砍瓜切菜一般轻松随意。楚风快速前行，没有一丝停留，因为他还没有找到他之前察觉到的修武之道。楚风
还没感受到吗？之前该不会是错觉吧？女王大人问。也有可能。事到如今，楚风也没把握了，因为他已经在这通道内前行很长一段距离。根据他的推测，后面所剩的距离应该不多了，就算是错觉也没事，反正都是经历。女王大人笑着说道，她笑得很暖，就连语气也变得温柔了不少。她没有因为楚风的选择而有丝毫责备，反而给予了极大的鼓励。这就是女王大人，她给予楚风的是无条件的支持。就算楚风选的路是错的，可只要楚风坚定，那她也会陪楚风走下去。而很快，楚风进入了一座大殿，这座大殿内已经聚集了近100人，而大殿的尽头处有着10道大门，10道大门都是关闭状态，而出现在这座大殿内的，竟然都是得到了邀请函。先前进入此处的人，没想到人们明明是从10道不同的门进入，可却又会在这里相聚。只是此时的大部分人都聚集在了其中6道大门之前，另外4道大门只是分别站着一个人，分别是苍穹仙宗的男子、清月神殿的男子，以及丹道仙宗的贾成英，还有贾成雄。他们4人各自占据了一道门。楚风终于知道为何大殿内的人会是这样的站位了。毕竟每个通道只有1个名额可以进入古界，这些人知道这4位的厉害，若与他们争多半要被淘汰，所以干脆不争，而是选择其他门搏一搏机会。这家伙还挺人情世故。不过楚风却将目光投向了第7道门，这道门前汇集的人最多，竞争也最激烈。而在这道门前有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乃是白云清。白云清可能不是苍穹仙宗以及清月神殿还有贾成英的对手，但绝对可以完胜贾成雄。他没有与贾成雄争，应该是不想得罪丹道仙宗。这侧面体现了丹道仙宗的确是有地位的，毕竟白云清的身份也不简单。而白云清紧闭双眼，单手捏诀，应该是在破阵。哟，这不是最强武尊楚风吗？你不是进入那红色大门了吗？不是去挑战高难度了吗？怎么回来了？失败了，害怕了。忽然，一道冷嘲热讽的大笑响起，正是那个贾成雄。听到贾成雄的话，莫说贾成英看向了楚风，就连苍穹仙宗以及清月神殿的男子也是纷纷看向了楚风。但是他们苍穹仙宗与清月神殿那2位只是扫了楚风一眼，便将目光收了回去。成雄怎么回事？贾成英问道。哥，这个人就是那个在最强试炼夺得最强武尊的楚风。贾成雄说道。我知道。贾成英道。哥，你见过他？贾成雄起初诧异，但很快笑着挠了挠头，差点忘了，你也参加了最强试炼了。嘿，你说他进入了红色大门？贾成英问。他不关心楚风，只关心那红色大门。对，他刚刚挑战了那红色大门，而且进去了，狠狠地装了一把英雄呢。不过看样子是被吓出来了。最强武尊不过如此。贾成雄阴阳怪气地说道。而听闻此话，贾成英也是不屑一笑，转身收回了目光。见此情形，楚风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贾成雄所在的是第4道门，楚风是从第6道门出来的。楚风若正常走，是不会与贾成雄发生争斗的。但是听他这么说，楚风改变了路线。楚风没有继续向第6道门走去，而是走向了贾成雄所在的第4道大门。楚风要让这贾成雄因叫嚣而付出代价。见此情形，先前还一脸嘲讽的贾成雄脸色顿时就变了。你啥意思？贾成雄问。我进入古界啊。楚风道。那么多门你不选，干嘛非选我这个？贾成雄问。不能选吗？楚风问。你不是从第6道门出来的，你应该选第6道门。贾成雄道。我就想选这道，不行吗？你不会怕了吧？怕输给我？楚风笑眯眯地问。笑话，我会怕你？你以为你拿了个最强武尊的称号，就真的是最强武尊了？贾成雄嘴上说着不怕，可是嘴角却是抖了一抖，说话间还看向了贾成英一眼。他一眼看过去，立刻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识相点，滚到别的入口去。那声音正是贾成英的。他知道他弟弟有些忌惮楚风，所以想替弟弟出头，暗中传音。要说话就光明正大的，别在这里装高尚。楚风将目光移向贾成英，贾成英眉头微皱，他本以为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实力会将楚风直接吓跑，没想到楚风这么刚，不仅不怕，反而当众对他看什么看，有本事你也站过来，我让你们兄弟一去出局。楚风对贾成英说道。而楚风此话一出，原本一脸懵逼的人们反应了过来，意识到应该是贾成雄害怕楚风，所以让贾成英暗中威胁楚风了。但楚风无惧，所以才说出了这番话。贾成英没有说话，他自然不会承认暗中威胁楚风这件事不是害怕楚风，只是不想让别人觉得他是这样一个仗势欺人的人。但他的目光却一直恶狠狠地盯着楚风。至于楚风也是不怕，他早就感受到了这座大殿内有着特殊的结界力量，虽让众人汇集于此，但却使得众人无法相互攻击。贾成英就算想对付自己，至少在这里他做不到。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我哥会威胁你，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说的好像我怕了你似的。来来来，我今天就会会你这个最强武尊。贾成雄撸起袖子，一副要与楚风大干一场的样子，其实是在替他哥哥开脱。楚风淡淡一笑，他自然也是丝毫不惧。随后楚风四下观察，楚风早就发现这10道门不会自动开启，必须寻找一些方法来开启，在这里干等是没用的，找到破门之法了。就在楚风观察之时，2道声音同时响起，分别是白云清以及那清月神殿的男子。2人互看一眼，似乎都为对方的开口而感到意外，但紧接着收回目光，便同时捏动法诀。紧接着他们的体内都是释放出了强大的结界之力，堪比3品半神蓝龙神袍。他们2人都是蓝龙神袍，结界战力堪比3品半神，小小年纪竟已踏入蓝龙神袍，也太强了吧。但是这位是谁啊？怎么从未见过？人们更多的目光看向了白云清。对于清月神殿那位的强大，人们并不意外，可是白云清的强大却是他们意料之外。白云清虽是图腾龙族克钦大长老的弟子，可是他的身份之前并未公开，所以他的名声并不大，大家也都并不认识他。而楚风看着此时的白云清，则是目露期待，毕竟他早就在真龙大人的遗迹那里
见过白云清，并且还交过手。上次能与白云清较量，是完全凭借天赋，甚至也差一点输给白云清。白云清的破阵手段，当时让楚风自叹不如，而这次不一样，楚风现在也是神袍界灵师，还有蛋蛋撑腰。最主要的是，楚风如今的破阵手段，可是得到了秦九大人的传承。尽管境界还是不如白云清，但楚风却很期待再度交手。白云清与清月神殿那位布置的结界，很快化作破解阵法，那阵法又化作气焰，融入大殿之内。10道大门先是同时一颤，紧接着便传来隆隆声响，虽然很是缓慢，但已是缓缓开启。原来是需要破阵才能开启吗？见此一幕，在场的众人才恍然大悟，他们之前是真的没有想到需要破解才能开启此门，还以为只要进入大殿的人数够了，这10道大门便会自动开启呢。正因他们没有发现，所以看白云清的眼神更加钦佩了。这位少侠是谁啊？具有如此实力，之前竟从未听闻过。此时不少人开口询问，而白云清似乎就是在等待这个时刻，他竟直接亮出了他师尊的令牌。刹那间，整座大殿上方都被乌云与雷鸣覆盖，隐隐间还有龙影浮现，此乃如假包换图腾龙族克钦大长老的令牌。见此令牌，就连高傲的贾成英也是目光变化，这是图腾龙族克钦大长老太史大人的令牌，不知这位兄台尊姓大名？你与太史大人又是何关系？贾成英主动询问，就连态度都是非常的友善。在下白云清，太史心中乃是家师。白云清笑道：什么？他竟是太史大人的弟子？难怪小小年纪结界之术便会达到如此地步。虽然人们感到意外，但却并没有太多人去怀疑，不因为别的，只因为白云清的令牌乃是真的。我一直闭关修炼，最近一段时间才出关，很快我师尊便会宣布与我的师徒关系，诸位若有怀疑，那时便会真相大白。白云清笑道：白兄，你有太史大人令牌在身，又有如此实力，相信在座的不会有人怀疑你的身份。在下丹道仙宗贾成英，幸会白兄。贾成英主动对着白云清施以一礼，随后又看向了贾成雄，还不快谢谢白兄，他若要与你争，你别想夺得这个名额。贾成英对贾成雄道：多谢白兄相让。别看贾成雄对楚风不客气，可是得知白云清的身份之后，对白云清则是非常礼貌，这便是有靠山所带来的好处了。客气了。白云清也是笑了笑，对于不与贾成雄争的这件事，他也并未否认，甚至还特意看向了楚风一眼，眼神之中竟也有威胁，就好像在说，我与贾成英以及贾成雄已是朋友，你与贾成雄争就是与我白云清为敌。对于这种无声的威胁，楚风自然无惧，直接无视，这让白云清也是眉头微皱，他没想到楚风会如此嚣张。当然在他眼中，楚风完全是个陌生人，毕竟当日在真龙大人遗迹的时候，楚风可是没有表露身份，也没有露出真容的。白云清虽然栽在了楚风手里，可他根本不知道，当日让他栽了的人就是眼前这个他正在威胁的人。而就在此时，那10道大门已是彻底打开，所有人都是直接冲入了各自前方的大门之内，楚风与贾成雄也不例外。楚风进来之后，前行的速度并不快，他在用心感应，可是那贾成雄却突然释放出血脉之力，他先是将修为从8品武尊提升到了9品武尊，随后又在9品武尊的基础上连续提升了2重战力，若不是境界限制，他是完全可以凭借血脉提升3重境界的。这贾成雄虽然人品不怎么样，但是天赋方面倒的确对得起天才之名，修为与战力都得到提升之后，贾成雄并未立刻前行，而是看向楚风，若不是此地不许相互交手，我一巴掌就拍死你，与我争，你选错人了。贾成雄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随后便快速向前方飞掠而去。快速飞掠之下，很快便有关卡出现在了前方，但是对于贾成雄而言，这些关卡也都是不足为惧，他重重破关，速度可谓极快，并且时不时的回头看着楚风有没有追上来。当前行一段距离，发现楚风根本追不上来之后，他的脸上也是重新浮现出得意的笑容。最强武尊，还以为多么了得，原来不过如此。若不是我之前恰好闭关，这最强武尊之名绝对是我的，岂会让这个无名之辈捡了便宜？可贾成雄此话刚刚说完，一道身影便自其周身飞掠而过，速度太快，贾成雄不仅没有看清，甚至怀疑那否是真实的。刚刚是什么错觉吗？贾成雄皱了皱眉，虽然无法确定，但却让他有了一种不安之感，但却也没有多想，毕竟他也害怕楚风追上来，于是只能继续前行。啊！可忽然，贾成雄发出一声尖叫，他发现不知何时前方出现了一个人，而仔细一看，竟是楚风。你怎么会在这？贾成雄一脸不解地看着楚风，我为什么不能在这？楚风问。妈的，耍诈！看我不超过你！贾成雄说话间便施展出身法武技，想要超越楚风，可却发现根本无法超越楚风，他乃是施展全力。可再看楚风，不仅是倒着跑的，还一脸轻松。你怎么回事？贾成雄感觉不可思议，他在楚风的身上都感受不到武力，他想不通，楚风在不释放武力的情况下，为何能有如此恐怖的速度？蠢货，想不通对吗？让我来提醒你一下。楚风说话间摊开手掌，随后一股结界之力释放而出。你竟也是神袍界灵师？看到那股结界之力，贾成雄顿时脸色巨变，他终于知道为何楚风拥有如此速度了。原来楚风不仅是一位武尊强者，还是一位神袍界灵师，他的结界之术竟还要在武者修为之上。你本可顺利进入古界的，如果你谦卑一点的话，我可能不会与你争，只可惜你太过猖狂，记住以后别胡乱挑衅人，你并不知道你的对手是什么人。楚风说话的时候还拍了拍贾成雄感到肩膀，随后身形一转，不过眨眼之间便已消失不见。操！眼见着楚风瞬息消失，贾成雄干脆停了下来，他已经知道他不可能是楚风的对手，他无法进入古界了。但是他越想越气，于是对着楚风消失的方向愤怒地咆哮起来，你狂个屁！你能胜我，却胜不过我哥，你敢进入古界，只有死路一条。只是这声怒吼之后，他更气了，他没有得到楚风的回应，这显得他的威胁很是无力，就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一样。楚风，你若能从古界出来，我一定
定要亲手宰了你。贾成雄咬牙切齿，暗暗发誓。至于楚风，他根本没听到贾成雄的话。虽说只是白龙神袍，可楚风的结界战力堪比2品半神，破阵的话，蓝龙神袍都未必是楚风对手。所以很快，楚风便来到了通道的尽头处。在这里，楚风又见到了一道结界门，与红色通道内的情况一样，只要穿过这道结界门，楚风就可以进入古界了。但楚风没有直接进去，而是盘坐下，开始闭上双眼。其实，从大殿内的大门进入这条通道之后，楚风便感受到了修武之道。之前的判断并不是错误的，这里的确拥有修武之道，只不过是过了大殿之后才会出现。这也是为何楚风先前放任贾成雄先行，而没有去追赶的原因。楚风是在感受修武之道，可后面楚风发现，这通道内的修武之道越是深处越是浓郁，所以楚风才追赶贾成雄，且快速的前行，为的就是快一点来到通道的最后部分。而果然，这里的修武之道比之前面的也是浓郁了很多，虽仍谈不上很强大，但楚风却不想错过。而在楚风领悟修武之道的同时，已经陆续有人穿过通道大门进入古界。站在外面的古界老者似乎察觉到了这一点，诸位，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只是老夫要先告辞了。说话之时，其周身有传送之力浮现，下一刻便消失不见。虽然古界老者走了，但围观的人们并未离开，毕竟这一次的古界与以往不同，他们都想知道谁能获得最终考核，拿到半神级圣殿珠。时不时的也有人抬头望向天际，但却不敢多看，生怕惹得天际上方的存在不开心，将它灭掉。而金色气焰之上漂浮数百只巨大的白色仙鹤，仙鹤之大，展翅可达万米。在其身上则是有着一座座宫殿，宫殿上飘动着苍穹仙宗的旗帜，但最大的宫殿不是在仙鹤身上，而是位于一座浮空的山峰之上。这座浮空山峰则是由10只仙鹤一同拉动。这座宫殿内坐着一位金发老者，老者仙风道骨，虽是盘坐之姿，但却悬空漂浮。老者应该是在修炼，周身隐隐间会散发出武力，那武力波动非常可怕。这可远不是那丹道仙宗的莫无香可以比拟的。若是莫无香看到这位老者，那更是连对夏星辰还手的胆量都没有，因为这位乃是苍穹仙宗10方仙尊之一，公孙问天。而10方仙尊可是当今苍穹仙宗仅次于苍穹仙宗宗主的强大战力。不过这座宫殿内除了公孙问天外，还另外一道身影，正是之前与莫无香交手的夏星辰。夏星辰此时趴着窗户向外观望，他所观望的方向布满了青黑色的气焰，那正是清月神殿所占据的方位，而从他的角度来看更为恐怖。而夏星辰美眸闪烁奇异光芒，他是在用特殊手段观察，可哪怕如此，所能看到的却只是青黑色的气焰，布了结界，不知在搞什么鬼，真想过去瞧瞧。夏星辰嘀咕道。公孙问天虽仍闭眼修炼，可却忽然开口：星辰，别多管闲事，问天大人，您刚刚干嘛不帮人家，直接出手灭了这群邪魔外道？夏星辰有些埋怨，别小看清月神殿，他们这一次来的高手不少，老夫并无把握胜过他们。公孙问天道。夏星辰美眸睁大，连您都没有把握，难道他们清月神殿的殿主来了？对于这个问题，公孙问天没有回答，而是说了一句：别小瞧清月神殿，可是正邪不两立，岂能容许他们与我苍穹仙宗并驾齐驱？夏星辰道。虽说正邪不两立，可我苍穹仙宗与清月神殿并无深仇大恨，没必要与他们结仇。现在神之时代开启，更是要尽量少数树敌，尤其是这种中立势力。公孙问天道。好吧。夏星辰耸了耸肩，旋即便将目光看向下方，那古界大门内已经陆续有人开始向外走出，那都是知道无法进入古界，从而放弃的人。刚刚进入红色大门的那个白发的小丫头不太简单，也不知道秦叔那小子能不能赢，反正秦叔他别输给清月神殿和丹道仙宗的小鬼就好，不然太丢人了。夏星辰喃喃的道。相比于那个小姑娘，那个叫楚风的小子似乎更不好对付。公孙问天道。就是那个原本隐藏身形却在红色大门前显现的那个小鬼，好像是什么最强试炼的武尊最强。夏星辰道。对，就是那小子。公孙问天道。那小鬼很强吗？夏星辰问。目前修为应该不是很强，但刚刚他从红色大门内走出，你可见脸上有一丝惧色。公孙问天问。听闻此话，夏星辰若有所思，很快美眸变得明亮，不由道。难道说他其实可以通过考核，是故意让着那白发小姑娘的？我猜是如此，毕竟他们相识。公孙问天道。虽然在靠近红色大门前，楚风乃是隐藏状态，但是显然没有逃过公孙问天与夏星辰的法眼，他们已经知道楚风与白发女子乃是一同来的了。这么说来，那小鬼有点意思啊。楚风图腾天河有点人才吗？夏星辰淡淡的一笑，随后他靠在窗前，一边将手肘放在窗台上，一边右手掌托着精致的脸庞，再度望向窗外，略有遗憾的道：这次古界够热闹的，可惜哦，秦玄去9天之巅了，如若不然他来的话，这些小辈哪个都不他的对手，我苍穹仙宗倒是可以威风一下。说到这里，他又想到了什么，于是再度回头看向公孙问天。问天大人，你说咱们的秦玄此次前往9天之巅，能否夺得9天最强之名？若是夺得，是不是也就代表着神之时代是为他而开启的？听闻此话，公孙问天闭着的双眼缓缓张开，竟停止了修炼。没那么容易，图腾龙族、七界圣府、仙海鱼族、神体天府的当今小辈，没有一个好对付的。当今小辈可比你们那个时代更强。公孙问天道。那可不一定。夏星辰撇了撇嘴，怎么，你还不服？你当年可远没有他们这个修为。公孙问天笑道。我没说我不服，总体来说，当今小辈确实是比我们那个时代强，但您可别忘了，我们那个时代可是有界染青。夏星辰道。而听到界染青3个字，就连公孙问天的表情也是有了一些变化。